大战术数组，我从来都是依书直說嘛。三太子是怎麼着呢？當時我的腦海裡點解唔用術數去算呢？技多不壓身，但係術數嚟講算命風水咧，呢環節我一定贏。术數是最重要，依書直說。但是萬萬讀不懂《女人》這本書。术數組全員躺着回家。我為我們術數組撐腰。兩位師傅，你們有沒有什麼特別想吐槽的部分？其實我有一個秘密啊。我一直都好想人教人八字嘅，因為好多人嘅八字咧都冇運行，財運唔好，事唔好，發揮唔到好嘅八字表現啦。你知道自己命盤的話咧，就可以發揮得好好，工作可以表現得好好，財運可以改善得好好。所以我好想開呢個今次八字公開課咧，教識更加多人去知道八字，知道自己八字嘅優點同埋缺點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。大家好 Hello， 大家好。今日我哋呢一集好特別嘅，我哋今集咧就請到呢一屆最新嘅超能力學院嘅冠軍，好嘢，林學，歡迎，喂，恭喜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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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新熱辣嘅呢個超能力學院冠軍嘅林學啦！大家好，我係林學。好嘢！咁我哋振鴻師傅都用普通話打個招呼啦。大家好，我是趙振鴻師傅。哇！呢個粵語夾普通話夾粵語。咁我哋呢一次咧咁難得邀請我哋嘅 champion 過嚟，咁啊肯定有好多比賽嘅問題想問嘅，係嘅。咁啊我都幫一啲網友同埋師傅私下同我講咗有啲問題，我哋收集一齊一齊問好唔好？即係問下點解？他想要問即係佢贏冠軍，點解你贏到冠軍啊？係呢個事後問呢個要。咁我哋第一個問題交俾振鴻師傅用普通話，你問下我哋嘅林學冠軍啦。冇啦，用翻廣東。你可以㗎，師傅。今日多謝你作客啦。咁我想問一條問題啦。咁作為你一個術數師咧，點解你會參加呢個通靈嘅比賽咧？借此機會，我看看更大的世界。你說人活着不能白來一趟嘛，對吧？再借此機會，正好他在馬來西亞，對吧？但是我最開始以為是吉隆坡，我以為是比較好玩的地兒，誰知道給我拉到深山老林去了，拉怡保了給我，就是但是也是一場很不錯的旅行啊，也是一個修行。不知道林鶴參加比賽這個理由跟振鴻師傅當年參加這個《通靈之王2》的理由會唔會一樣？有咩唔同？我參加《通靈之王2》咧，其實我都係想同翻唔同嘅師傅咧去比較。因為我係東方啲嘅，即係算命啊、風水啊，同埋卜卦術數啲嘅。咁有塔羅牌啦、西方啲啦，係啦，仲有奇門遁甲啦，都係東方嘅。咁啊有其他啲咩通靈嘅師傅咧，又話見到啲嘢走嚟走去嗰啲咧，阿卡西啊，係啊，有啲啊請蛇啊，請蛇嗰條啦，係啊，咁啊所以咧我都係好想即係睇完《通靈之王1》之後咧，我都好想參加《通靈之王2》。同其他師傅比較，咁啊，我想將我自己嘅能力啊，同埋我嘅術數啊，去大家同一個好公平嘅比賽之下咧，鬥一鬥嚇，嗰種鬥心咧，嗰種嘅即係比較咧，好似喺華山論劍咁樣咯。就係林學師傅咧，就係想放眼睇下世界，然後振鴻師傅咧係想俾其他選手睇下世界。但係我覺得林學有啲似後生版嘅振鴻師傅，即係可能振鴻師傅喺林學嗰陣咧，都可能又係睇下世界都唔錯喎嗰個諗法。我後生冇咁靚仔喎。你好靚仔㗎，後生都振鴻師傅好串㗎，油尖旺太子紅。呢個係你同事作出去啫。咁第二個問題就係兩位師傅想問下你哋覺得對於術數師嘅角度咧，喺參加呢個比賽嘅環節入邊，你覺得呢種通靈比賽對於術數師嚟講，邊個環節嘅挑戰性最高？咁我哋林和師兄答先啦。其實我覺得啊，就是除了風水那關啊，就是每關其實都對我來說是一個挑戰。是，就是我從來都是依書直說嘛，你八字甭管是用日元旺衰呀，還是用子平法呀，它都是有一個傳承的。但是呢，你說通靈這個東西，它沒有一個。就是沒有一本書確實是教你通靈的，對吧？所以說這個東西呢，就只能是師傅帶啊。那師傅帶呢，我最開始其實也是抱有一絲絲的這種將信將疑的這麼一個態度，但是後來我發現第一次用，我發現，妙，
妙哉妙哉。然后呢，每次用这种灵感观去观测这些比赛的结果呀，可能这个答案是什么呀？其实我的内心当中，你说不紧张吧，其实我的心态是不紧张的，对吧？但是我对于这门发挥的这么一个这个结果，你想知道它是不是准确的？对，在这个时候我是紧张的。除了风水，每一关我都很难。但是我觉得很强啊，就是你除了用自己的灵感之外，你还有外因，就是你可以结合一起去用。因为人呢，他长的两只手嘛，两只脚嘛，那你干活的时候肯定是两只手去共用，对吧？然后你走路的时候肯定是两条腿一块儿去走路，那叫什么呀？叫技多不压身。所以说我觉得多學一些東西，所以看更大的世界嘛。咁我哋振同師傅又打牌啦。我都係覺得通靈嗰啲最難咯，即係估物件咯。即係我參加通靈之王2咧，你話我出線咧，其實都係睇八字同埋風水啦。咁啊，好似一海選嗰陣時咧，第一個環節估電視機咧，咁都係比較弱啲。因為始終 book 咗卦之後，再估黑幕之後係啲乜嘢的話咧，都係會比較上係難對我難度係比較高啲嘅。但係我有睇《通靈之王2》咧，你喺其中揾你自己嘅羅家。係啊！哇，嗰個真係好犀利，係。係啊，咁啊嗰個都係個卜卦同埋係嗰個信心都比較大啲。所以變得咧喺嗰個環節裏邊咧，即係如果你話係我個羅間嘅，因為小欣同我自己嗰個物件嘅話咧，都有個感應。熟悉啲。因為我用開噶嘛嚇。對於係其他譬如好似電視機啦。最後3強啊，估嗰個嘉賓帶嚟嗰啲乜嘢咧，即係入邊個收埋隻老虎仔咧，嗰度都係要去卜卦啦，去感應啦，同埋係估個物件啦。所以變咗係對我嚟講咧，真係比較難。所以嗰次通靈之王2咧，我就去到3強之後咧，就已經停咗落嚟啦。因為時間又用風水咁強啦，都好勁啦，其實都好勁嚇。咁啊，同埋呢個第2名嗰個識得去感應啦，所以變得佢係即係呢一方面係強啲嘅。咁但係而家喺術數嚟講，算命同埋風水咧，我又好有信心，呢啲環節我一定贏。咁啊，我呢個時候想插一個比較專業嘅問題啦，因為我有留意到兩位師傅呢比賽入邊咧都有個比較相似嘅環節，嗱一個係估邊個係港姐，一個係估邊個係機童。咁我哋拋開如果唔用呢啲靈感觀、身心靈之類嘅，就用術數、用八字去睇，你哋會去點睇呢？林鶴先答一下啦，趁機呢。因為當時呢是用靈感觀去猜的，這個機童是哪一位？然後當時選擇哪一位是選擇用外應去感應的，對吧？然後但是那個三太子是怎麼着呢？當時我的腦海裡出現了一個小孩的畫面，但是呢，你說哪個神仙？他是小孩呢，對吧？所以只能想象，在前些日子不是有一個電影特別出名嘛，哪吒嘛，就三太子嘛，對吧？那如果用八字的話呢，其實我覺得會更容易一些啊。就如果他有這個乩童的八字啊，那肯定它裡頭要占一些點，比如說，哎，他是不是八字當中有太極和華蓋啊？而且還比較特殊，他的太極華蓋逢沒逢空，或者他的太極華蓋星臨沒臨虛亥之地。啊，對吧？這些東西，這些組合才是一個做宗教玄學，就是尤其是通靈者的這麼一個必備的一個條件啊。那所以說，有些人他可能不是通靈者，他也會有這樣的組合。是。但是這種人，他通常第六感都特別靈。當然了，他沒有經歷過系統化訓練的話，他可能就是猜好的他不靈，但是猜壞的他都特別靈。那可能是我。咁師傅呢？好似嗰個乩童個環節咧，其實我一睇個節目的話咧，諗下，點解阿林學唔用佢個術數去算咧？因為喺我同樣咧通靈之王2裏邊咧，有香港小姐冠軍邊個？又係5個。喺咁短時間嚟講，選開5個八字盤，再睇5個八字邊個最大機會係出名啊，同埋會唔會有攞獎啊？會唔會有名譽地位啊？咁喺個大位裏邊咧，一撞上嚟的話咧，邊一年裏邊咧就會得獎，咁啊要好快。對於八字好熟先至可以做到咯。咁好似乩童嗰度咧，有5個裏邊咧，我都係要攞八字嘅。比著我要比賽的話，我都要攞八字。你哋兩個同我拍片都記得啦，有靈異體質嘅咩八字啊嘛，有個月字啊，丁啊，有條蛇啊，有個字啊，同埋10神裏邊仲有一個天人，係啦，有聽書啦。咁啊，所以變咗八字開盤睇，加埋個八字命盤有，其他冇嘅。
西走晒。有兩個有嘅，咁啊去睇下大運邊個會係成為乩童，咁就好容易睇到嘅。但係我覺得嗰個即係林和師兄嗰個三太子啊，我諗咗一下，會唔會亦都有可能係偶變㗎？因為佢都係細個。其實當時還有一個外應啊，對我在節目裡頭沒有講，就是他當時法明老師不是給我一個法器嘛，他當時一個八卦中間是沒有心兒的，就沒有那個太極。那這個從八字的角度上來講，叫太極逢空嘛，對吧？太極逢空就是主玄學。那太極它是兩儀嘛，對吧？所以就是2號嘛，對吧？然後其實這個外應呢，還有一個就是2生3啊，對吧？2生3，3生萬物，所以就是三太子嘛。哦，有點意思。就接下來繼續問了哈，這個問題完全是我個人想問的。就在整個比賽的環節，兩位師傅，你們有沒有什麼特別想吐槽的部分？即係有冇啲咩唔合理嘅地方？反正可以放肆咁講。你先吐槽。好，我先吐槽。好。好。你哋都冇去入圍既然給機會了，謹言慎行。咪一個環節係啊。前面林鶴師兄說得好，我們術數師最重要，是不是要依書直說？對呀。對呀。但是萬萬讀不懂《女人》這本書。好了，說完了，大家細品。冇一樣準。其實我有一個秘密啊，就是在這個節目，好多人覺得說我最後面相變了啊，就是好多人在評論區就是說，哎，我說那個林鶴的樣子呀，就是跟剛開始參加的時候不一樣，為什麼呢？我跟大家解釋，因為瘦了，不是曬黑了，曬黑是一部分啊，因為睡不好，對，瘦了。我那個時候瘦了7斤，哇！所以說我為什麼要吐槽什麼呢？就是欄目組的飯真是太難吃了。那好事兒啊，讓你瘦，人家要花時間花錢才能瘦，你已經達到這個效果了。而且當時是在凱利古堡吧，就是大家當時就是休息的時間發盒飯吃中午飯嘛，然後把這個餐一打開，那個蒼蠅啊！咁我哋師傅呢？師傅喺通靈之王兒入邊有啲咩想要吐槽嘅？留到而家先講。係我參加通靈之王2咧，就係個天氣比較熱咯，因為嗰陣時都係7月8月啊，7月8月拍到好似9月10月到咯，咁啊所以變咗嗰段時間天氣比較熱啦，同埋啲場景啦，嗰陣時古裝街啦，古裝街嗰陣時又要嗰個環節裏邊咧個比賽咧仲要燒幾個火爐啦，咁啊又仲要熱上加熱啦，冇乜特別咯。師傅有冇瘦到7斤啊？肯定冇啦，瘦完都會肥翻啦。都食得好，即係香港都食得好嘅。OK 嘅，如果香港食咧就 OK 嘅。即係自己屋企可以瞓得好。係啊，佢有個餐廳嘅，個餐廳有冷氣嘅。你有什麼想吐槽的嗎？我覺得還好吧。我覺得就是這個猜盲盒哈，我覺得就是有點邪門的是，就那天一般來說，我2選1的情況下一定會中一個的。就那天我打開那個盒子，這個東西我完全都沒有在那個圖片裡面看到它，它在最下方的那一個，所以很奇怪，而且那一整個系列裡面其實有很多個拉布布，只有2個塔 Coco。就在這種概率下，對，你都沒有撞中。對，就是有點妙，這個可能是好像糯米雞一樣想我回家。其實也可能是那塊磁場太亂了，就是大家各行各的法，各行各的道，就干擾到你了。那林鶴師兄，既然你過得這麼苦了，是吧？你說除了風水以外，每一道題都很難。那現在我給你一次改變身份的機會，由你來出題，你有什麼題去刁難一下他們？哎呦，讓我刁難他們，其實都是過來人嘛，對吧？不能去刁難人家了。其實，但是我想了一個很好玩的一個對戰機制，好，就是分通靈組和術數組，然後通靈組大戰術數組。哎呀，那術數組全員躺着回家。我們術數組撐腰。可以。通常咧術數組咧去到通靈嗰 part 咧就真係難啲嘅，因為時間通靈咧人士咧佢感應強啲，係啊，好多，所以一個一個計啊嘛。怕我們術數組到時候丟3個硬幣丟在空中不見，所以感應咩靈感官啊，感應嗰啲咧就術數組咧都係輸㗎啦。對，然後幾個組別之間呢就相互之間鬥法，哎，就比如說看風水的時候，哎。他們通靈組有自己的方法，然後就比較精彩嘛。然後術數組那肯定就是各種對擺陣啊，各種門派的方式啊，對吧？那就很有意思。
对吧？所以我觉得说刁难人家，我觉得没有太大必要，是对吧？但是呢，让别人把自己更好的一面嘛，去展現出來，我覺得這個就很精彩啦。但係咧，我覺得咧有一個環節咧，對於通靈組同埋術數組咧都可以比較喎，因為嗰個跑馬仔啊，通靈之王2咧有一個環節係跑馬。哦，即係估跑馬。係啊，如果呢一個環節裏邊咧，通靈組的話咧，我覺得都比較難啲，因為已經係跑咗啦嘛，所以佢感應只有感應個馬名、感應個 number。如果術數組的話咧，去卜卦或者甚至乎去一個天干地支咧，去預測的話咧，都會比通靈組咧會優勝好多。咁我哋講到唔同嘅門派啦，咁林河師兄咧同埋鄭雄師傅咧，一個係3代都從事呢個玄學嘅，一個咧就係金融才子轉行做玄學嘅。咁你哋覺得對於唔同嘅身份學習玄學有咩幫助咧？我哋林河師兄答先啦。我先。其實我覺得技術啊是很重要的，它是一切東西的基礎。那我們家從我爺爺那代呢，就是傳到我這一代，技術肯定是要教的。然後再一個是什麼呢？其實我覺得，術這方面是一個很關鍵的東西啊，但是道這方面是更重要的。就是比如說，你家裡人帶你見的眼界呀，包括說你的一個。家裡給你的一些家風啊，對吧？那你看我的家風就是2個說法啊，一個說法是打得一拳開，免得百拳來，這是對於我自己的一個方法論，對吧？還有什麼呢？不抵觸不沉迷，就是對於很多事情我不抵觸去做它。比如說對於通靈這件事，我會嘗試它，我會親身的去感受它。後來我發現感受確實是很厲害啊，很厲害。還有一個是什麼呢？就是我的爺爺告訴我，你做這行的最終的目的是什麼？其實就是為了讓大家為眾生，讓他們去離苦得樂。家裡人給我帶來的是這些東西，就是這個，我覺得這些東西才叫傳承。那很多技術類的呢，我覺得現在網絡也很發達，是，對吧？然後包括現在幹這行也是身邊大師雲集嘛，對吧？我覺得可以有很多人，我去跟他們去請教的，那很多人都是我的老師，那我就取各家之所長，豐盈自己，這樣就可以了。包括像我在上來之前，我還跟鄭紅老師說呢，我說我要跟您去學習。其實我覺得其實是很合理的，因為人要保持一顆足夠善良的心和比較正的三觀，才可以去幫到更多的人。對啊，而且你只有這樣，你才能走上一條比較正確的道路。對，這樣你的動作才不會變形嘛。對。咁啊，跟住到我哋嘅鄭雄師傅咯喎。其實咧，我以前做金融咧都係做研究啊嘛，分析啊嘛。研究分析咪等於好似計八字咯，係啊，所以變我好有興趣學八字。咁學八字嘅過程裏邊咧，其實嚟講真係好多嘢去計算啊。好似統計學咁咯，可能係1+1等於2，但有啲嘢咧就1+1又唔等於2。咁啊個過程之中，其實我都有學到點樣去睇翻個天干啊、地支啊，點樣去比較情況之下咧，比起其他同學好多時去到中班已經係叻好多。咁啊，所以變咗喺中班嗰陣時開始接生意嘅已經。即係已經係有天分。係啊，有啲同學啊，有啲朋友啊，已經揾我睇啊，已經封啲利是仔啊。咁我所以好有興趣做算命同埋睇風水咧，其實係一個幫人嘅事業嚟。咁啊，所以變咗我又做咗好多年嘅金融嘅行業，轉咗做呢個幫人嘅行業。其實我咧係每一日都係幫緊人。即係其實總體嚟講咧，就係你首先係自己有興趣，係興趣係最大嘅老師。係同埋咧，我成日都同人講，你有興趣學嗰樣嘢咧，你先會學得好。如果你將學嗰樣嘢諗住係賺幾多錢咧，你學唔成。初心就唔啱啦。即係你嘅初心，你嘅起點一定係啱，而係咪話我要為咗賺錢，所以我去學呢門技術係唔啱。啱啦，即係會急於求成咯。很感謝兩位師傅對我們問題的耐心解答。對，然後我一會兒私下有很多問題要跟兩位師傅交流。那我們本期節目就到這兒了。哎，對了，如果你們還沒有看過我們的林鶴師兄的話，可以去他的這個林鶴說頻道去看一下，然後裡面也有很多獨到的八字講解。那歡迎大家 follow 我們兩位師傅的 channel。當然，如果是想跟我們鄭雄師傅學我們的八字，也可以添加我們的 WhatsApp，不在這裡。你加了沒有？你加了沒有？要添加我們師傅的 WhatsApp，然後跟我們一起報名上課。好，那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